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如果我说我们要见证历史了，你会相信吗？新元一路创新高，新元对美元汇率正式触及了 1.26 这个关口，直接冲上了11年来的最高巅峰。你有没有发现新加坡这个小红点正在全球金融地图上闪闪发光？很多人可能觉得汇率涨跌那是银行家操心的事，但我要告诉你，这次不一样。在特朗普政府默许美元贬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乱跳的背景下，新元冲上11年高位，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全球资金正在重新评估风险，并且大规模向亚洲、向新加坡调仓。这不只是汇率表上的跳动，更是一场全球财富的大洗牌。而在这一轮货币重洗中，新加坡正在展现出最大赢家的潜质。那么这一轮全球汇率动荡，新元为什么能独占鳌头？为什么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偏偏新加坡能稳坐钓鱼台，甚至还能反向收割红利？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为什么全世界的钱都在往新加坡跑？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寻找安全感。当美联储的政策让人看不懂，美国外交和关税政策充满变数的时候，全球的投资者需要一个既有西方透明制度，又有亚洲增长活力的停靠站。新加坡作为全球极少数维持 3A 主权评级且政治高度稳定的国家，我们的货币天生就带有一种避风港属性。随着美元走弱，资金从美国撤出后，首先看中的就是新加坡的优质资产。你想啊，新元不仅更值钱了，对应的房地产债券和股票还特别稳健。这种强势货币加优质资产的王炸组合，简直就是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这种信用红利，正让新加坡吃下实打实的全球避险红利。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这种强势汇率最直接的好处，其实藏在我们的菜篮子里。大家知道，新加坡几乎90%的食品和全部的能源都靠进口，而且大部分都是用美元计价。在2026年全球物价波动这么剧烈的情况下，享受大，新元走强其实成了我们天然的进口通胀粉碎机。大家算一笔账，美元跌了 9%， 就意味着新加坡可以用更少的新元买到同样的天然气和粮食。当其他国家还在为生活费飙升发愁时，强势的新元像是一道坚固的防波堤，帮我们有效抑制了输入性通胀，让本地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不降反升。这其实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给全新加坡人送的一份隐形加薪。这种在乱世中稳住生活成本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磁吸效应。随着美元贬值，亚太地区的富豪和家族办公室正在加速把资产从美元转向多元化配置。在特朗普 2.0 时代的关税摩擦中，新加坡这种中立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值钱。1.26 的汇率吸引了更多国际资金停留在新加坡的银行体系里，这种规模效应正在推动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直追纽约和伦敦。不仅是存钱，更多的是在这里进行长远的产业投资。虽然新元升值过快可能会蚕食掉半导体和生物制药企业的一点出口利润，也会让外地游客觉得新加坡变贵了，但对于追求长期稳健的财富管理来说，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新加坡正在从一个区域金融枢纽进化成全球财富的压舱石。这种地位的提升，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感到一份实打实的底气。新元这一轮的强劲表现，实际上是新加坡数十年信誉积累的一次大爆发。我们没有广阔的土地，但我们有最值钱的信用。不过大家也要保持警惕。1月29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将发布新的货币政策声明，这就像是决定新元能否守住 1.26， 甚至冲击更高目标的终审判决。金管局是会继续维持升值势头，还是会出手干预，防止升得太快？这不仅会影响到你的房贷利息，更会直接影响你的个人理财布局。看完新元对美元冲上11年新高，你现在是打算多换点美金备用，还是打算加仓本地资产？
你觉得新源这种强势能一直持续下去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理财小秘籍，我们一起关注明早 MAS 的重磅决定。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